异国他乡，女司机一个人开车睡车上是一种什么体验？今天开启为期14天的澳洲自驾之旅，我花了180元每天的价格租了一辆车。最关键的是，我只买了最基础的保险。面对完全陌生的道路、陌生的交规，我还能顺利完成吗？噔噔，整装待发，今天要离开悉尼，开始自驾之旅啦。我订的车是在机场店，所以现在呢要去机场。好在悉尼的机场并不远啊，今天天气真好呀，是个自驾的好天气。这个呢是我这2天住的一个青旅，太平洋房子青旅。它这个房子是建于1892年的。先坐一辆车去机场，哇，艰辛啊！提着一个大袋，这里面都是我的食物，然后背着一个大包，这边还有一个小包，气喘吁吁。很快我们就要有车了。从昨天到今天，我恶补了一下澳大利亚的交规，跟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给你们看一下澳大利亚这个停车标识，现在上面写着4P，就是每辆车只能停4个小时，然后可以停车的时间段。在上面没有写一些 ticket 或者是需要付费的标志啊，所以这里停车呢就是免费的。来到了一个停车大楼前面，这里面有好多澳大利亚的租车公司，咱们是这个 APES 租车公司，在5楼。5楼，因为机场这边租车比较便宜，如果定位在市区的话，每天的价格就不一样了。到了我的租车公司。他们这里上班时间比较短，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Hello， 我用的是一个中国驾照和驾照的一个翻译件。So these are small SUV, the size you booked, but this one is like a little bit bigger, but free upgrade. Do you want to have a look at it? Which is SUV? These are all SUV, but these are small SUV. That's mid-size. Big size? Yeah. Do you want to have a look? Yes, have a look. 我3辆车要我挑一个，第一个是这个，哇，这挺大的，凌爵。他说这个是大的 SUV。第2辆车，稍微小一点的 SUV。这个是第3辆车，这个就稍微的有一点点旧，不过是大众的。还是第1辆车吧，第1辆车看起来比较新一点。还有，我刚才问他这里要不要押金，他说这里不需要押金。This one is new. Which one? That one is. It's new. Yeah. And then when you return up here. 我预定的这个车是只有基础保险，没有购买全险。如果要购买全险的话，注册费用是现在的3倍。这里提醒大家，澳洲大部分租车公司的起赔额都非常高，平均在5000澳元。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有基础险，不小心出了事故，5000澳元以下的费用都是要自己承担的。现在我们来取车，这辆车将会是我未来14天的座驾。取完车已经下午的3点半多了，不着急，我们先把包放一放，先熟悉一下车。我们来上车看看。哎呀，好久没开车了，怪紧张的。因为它这里是右舵嘛，所以跟我们的左舵行驶有一丢丢不一样。总的里程数才行驶了7000多公里。大致摸索了一下这个车子，然后呢也把手机连上了导航。它这个导航是可以连接我的苹果手机，看导航已经连上了。这个车呢1天的租金呢是180人民币，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的要便宜很多？好，今天我们先试一下这个车。现在我们先去超市里面买一点装备，非常注意他们的路上的一些标识牌，就怕违章。他们这个违章的罚款可是非常非常重的。你们知道我第一次在澳洲街上走那个紧张就是它所有的交通路牌你都是新的，所以我特别害怕有什么交通规则，这我不知道。我想应该这一路没有出太大问题吧，希望不要有罚单这次自驾之旅千万不要有罚单。来了，我们来到 Kmart 采购一点装备。嘿嘿，看到卡式炉了。
这一个25刀。哎呀，必须得买呀！这个装备啊，必须得买，因为可以省不少钱呢。因为自己做饭，唯一的遗憾就是走的时候没办法带走。先拿3罐吧。寻思着得买个保温袋，因为很多保鲜的东西我担心坏。它这个保温袋是29刀，但是就是这一路啊，可能都没有冰箱。这个是送的一个冰袋。而且这玩意儿也可以带回国的，搞一个，充电得搞一个车上充电的。这一个是19刀，48瓦的。我已经有一个汤锅了，就只要买一个平底锅。看这个，嘿嘿，这个只要5.5刀，够煎牛排就行了。这些东西就用10来天，不用买太好的。这些杯子、小碗，还有大盘子，全是1刀。这个自家油整这个是不是有点奢侈了？但这好便宜哦，我就直接用平底锅单叠着就好了，就这样。剪刀买一个5刀，又是经典的自助买单。大出血啊，朋友们！但是呢，花了这个钱就可以省了住宿费跟吃饭的钱，64.5。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停车费，2小时之内是免费的，2到3个小时11刀，后面每个小时增加11刀，7个小时77刀，一天最大的是有77刀，11刀相当于人民币的50块钱，1个小时停车费50块钱，停不起车。停车费好贵呀，我得速战速决了。待会儿呢，我就去 POS 里面买一点食材。各位，超市里面也有这个悉尼盐蚝，才18刀。随便买了一些食材，也买了52刀。我这两天超了1个小时，现在要去付钱。新盈利做透啊，提车55人民币，还好就超1个小时。哎呀！今天真是忙死了。他们缴费啊，就是在这个机器上面缴，然后看应该怎么弄啊。Insert ticket， 我们把，这样子吗？那是这样子吗？哎，对了，插入我的信用卡，这边显示对勾就已经付款完成，把信用卡拔出来，然后它会出来这个条条。他们这个缴完费到离场应该是还是有一段时间。哇，真的，今天就是简单的完成一个取车，然后再买装备，然后再到我们的今天的一个出发点。今天我们就不住青旅了，然后今天晚上要到一个悉尼郊外的一个地方停车休息，来适应这个自驾的生活。我下了一个悉尼这边一个专门用来自驾游寻找地方的或者是营地的一个软件。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现在到达的是一个海滩，我搜索这个南部叫这个名字的海滩，是这样子的。明天早上呢可以看日出。这边的附近呢也有一些烧烤设备。今天开车真的特别紧张，但是我第2次上路的时候呢就好很多了，因为慢慢的已经习惯了这个右舵驾驶，慢慢已经知晓了他们大部分的这个交通规则。其实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要注意红绿灯，还有注意他们的让路规则，还有在一个有 stop 的那个标志前面一定要停3秒钟，大概就是这样。自驾澳洲第1天，我们还探路。前面是一个沙滩海滩，前面是一个海滩。现在黑漆麻乌的，啥都看不见。Oh, fish. Yeah, no fish there, but Oh. we only just got here. Oh. Do you get some fish? Not yet. No yet. 他们在钓鱼呢。这里有一个小亭子，可以做东西吃。
也有厕所。我们看看这个厕所，哇，还蛮好的嘞。这里洗手，它还提供肥皂、水，然后还可以干手。哇，不得不说，澳大利亚这个公共设施真的是蛮好的啊！今天就这样了，悲催的自媒体人要开始工作了。我本来呢准备去做个牛排，但是看着外面漆黑一片，完全没有兴致。这个是我今天买的牛奶，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喝这个了。我今天晚上就打算睡在这个车子的前排，因为后排买了好多东西都还没有理，因为在后排比较乱，我现在也不想理。你们一眨眼的功夫就可以看到明天的日出。早上的5点20分，天亮了，我们去沙滩那边看日出去。这个卫生间啊，晚上是没有关的，一直都是开的。好冷啊！现在温度大概是17、18度左右。估计自驾这一路啊，会看到好多次日出日落。太阳呢从海平面上升起来了，但是呢，远方有一层薄薄的雾气。澳大利亚的生态这么好的吗？这是什么鸟啊？它是满街都是。刚才剪了一会儿视频，现在是早上的9点，我准备先理一下行李，然后煎个牛排，然后今天咱们就出发。其实昨天是算第0天，今天才算是第1天。然后今天的天气太好了，万里无云，一个简单的小船车完成。为期14天的澳洲自驾之旅即将开始。哎呦，腿呢能伸直。可以。接下来依次介绍一下我的家伙们。这个是衣服，这个是化妆袋，这个是内衣内裤袋，这个是洗漱袋，这个是无人机，一个小锅，这个是我的小冰箱。给大家看一下小冰箱目前里面的东西：奶油，然后一包酱料，这个是黄油，生菜。这一袋呢就是我的吃的东西，就是可以放在常温的一些吃的东西。这一袋就是我的工具袋，我买了一个晾衣服的，还有一些简单的厨房用品。用我妈的话来说，这个叫流浪汉之旅。这里有一个用水的点，把我这个喝完的牛奶瓶洗一下，然后装水。这里面主要装的是洗东西用的水。美好的一天从煎牛排开始。第1天，难免有点手忙脚乱。这玩意儿在我们国内还蛮贵的，但是在澳洲好便宜啊！嘿嘿，完成。还有面包，我又切了一个番茄进去，好吃。它的面包稍微有一点干巴，有点硬。今天的海真的好漂亮哦！但是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咱们现在要先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海牙大桥。现在是用 GoPro 的固定机位拍的，所以这个视野呢可能不是很好，因为我今天这次没有带 GoPro 的那个手机支架来。带你们也看一看这个土澳的景色，土澳郊区的景色。下一个我们要去的点呢是叫卧龙岗，它是一个小镇。人说土澳，你们觉得土不土啊？我觉得风景还挺好的。离开了悉尼，澳洲就是一个大农村，就沿着海边一直开，景色太美了。到了海牙大桥了，但是车位非常难找，我只在路边找到一个位置。这个车牌的意思是下午2点半到4点是不能够停的，周一到周五。现在是12点，可以停。那这里呢，离海牙大桥那个观景点呢有900米，要走路走一段时间。哇哦，太好看了！
其实我刚才就已经过了海牙大桥，从它上面开过去的。但是嘛，因为那个时候在桥上没有办法停车，也没有办法就是拍视频，安全第一。这个停车场也是挺满的。然后你们看这边有3个椅子，哇，好好看哦！啊，太舒服了啊！在这个官方停车场旁边有一个小路上去，这有人都标记好了线路，这要冲一把了。哦，哎呀，从这里钻过去。哎呦妈呀，这么荒芜啊！这条路就验证了，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它变成了路。哦，到了！高空俯瞰海牙大桥还是非常的壮观，我有点恐高，不敢下去了。我身后这个就是海牙大桥，从悉尼自驾到墨尔本的第一个景点。哇，现在没有人。我坐下来好好欣赏一下。看，我发现了一个什么神仙好地！你们看这，噔，后面啊就是海景。其实我就是单纯口渴了，想过来喝口水，喝个咖啡来休息休息。哦，今天真的是太热了。哇，真舒服！一路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太好看了哦！还有一个小椅子。坐下来，好好的欣赏一下，这一路都是美景，而且他们一路还修了像这样的一个公园，小公园。土澳的民居，哇，这一路海滩看得没完没了啊！哇，我们刚才是在上面看，现在下来，这边有好几个停车位，在这个沿路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太多停车场了。它的这个海滩、沙滩、公园建的都非常好，而且呢，它的基础设施呢也都有，厕所啊什么的，洗澡啊什么都有。其实这样坐在车里看看海也挺好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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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悉尼开往墨尔本的第一天自驾，这一路的景色就把我惊艳到了。离开了卧龙岗，前往下一个小镇，但是在路边我又发现了一处非常好看的风景，于是我又停了下来。这一路因为要一直停下来看风景，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又看到了一处风景很好的地方，
下来看看风景，顺便去上个厕所。哇，前面有2个白色灯塔，然后这边有一个湾，湾里面停着好多游艇。看到了吗？下面又有一个免费的海边游泳池。澳洲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神仙日子啊？这个是天然形成的，用岩石凿出来的一个窟窿，然后那边呢就是修好的。比起这个正儿八经的游泳池，我更喜欢这种，就是岩石围成的天然游泳池。你们看土澳人冲池吧，而且他们很喜欢大自然，就在这边晒太阳，他们好喜欢阳光。天色渐渐晚了，现在到的地方叫凯基马小镇。哇，蓝樱花，看到了吧？这里蓝樱花还开着。到这里有一个心形海滩，我找找看，还真是个心形，尖尖点底在这儿，然后上面开口在这儿，中间还有一个岛，密密麻麻的都是鸟。他们这儿的日落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基本上是7点半日落。然后呢，我们来到基亚马小镇啊，最重要的就是看一个会喷的东西。耶，好像现在不会喷呢，可能跟涨潮落潮有关。哎呦，真的会喷呢！是这样的，这边有很多岩石，然后这个岩石呢中间有一个洞，当浪拍过来的时候，会从这个洞里喷出水来。这个应该可以看一下，诶，喷不出来，哦，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岩石有了这个洞，所以它会喷水。浪大的时候它会喷到很高很高，你看有的时候会喷这么高呢。吉亚马小镇的白色灯塔，我还有，这海滩边啊，就是白天风和日丽的，好热好热。到了晚上刮大风，好冷啊，风好大。前面这个地方是吉亚马最有名的一个喷泉，但是现在没有东西。现在的水位可能比较低，然后加上浪也不是很大，所以呢就没有喷。晚上我决定在这附近先做一个饭，先吃完饭之后，然后再赶路到下一个地方。哎呀，我来研究澳大利亚公园里的电炉子，它这个长按6秒就可以亮吗？哎，真的亮了嘞！然后等待绿灯，煮个泡面吃。我先烧个水试试看，但是我已经感受到了热气，它是热的。再热2个土豆，这2个土豆是我在青旅里面用空气炸锅做好的。现在是晚上的12点了，今天晚上我连夜赶路。就是今天白天嘛，我被各种美景所诱惑，不断的停下来拍照，各种玩，以至于啊，我前半程的就是路程啊，就是特别的松散。而且我今天计划的时间是下午4点就会到这个点，想不到现在已经12点了，而且这个路上啊，就是我刚才还走错路了。我觉得喜欢大自然的人，喜欢动物的人，都会喜欢澳洲之家。真的这一路就是，我觉得我再过几天可能都要审美疲劳了。
这一路真的看不过来，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女司机一个人自驾澳洲第3、第4天。在澳洲让我惊喜的，除了漂亮的海岸线，就是北半球很难得一见的野生小动物，袋鼠、考拉、各种鸟、海豹随处可见。当地人动物保护意识也非常强。原来这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大家早上好，昨天晚上呢我就睡在这里的，哈哈，明显啊，后排要比前排要舒服很多，腿能打直。现在是早上7点，也是驻车在一个海边。这里有特别多的停车位，上面还有4间厕所。走走走，跟我一起上厕所去。我现在正在澳洲自驾，打算从悉尼自驾到墨尔本的大洋路。今天是自驾的第3天。我现在驻车在一个澳洲的海边公园。这次来就不得不感叹，他们这的设施真的挺好的。在海边公园还有这么多娱乐设施，这就可以做饭。昨天晚上我也在一个类似这样的炉子做饭的，这些炉子嘛，每个人用完他都会打扫一下。很多人肯定会问，那吃饭睡觉问题解决了，那你洗澡洗衣服咋办呢？今天就带大家去一下洗澡洗衣服的店。好久没玩秋千了，来玩一会儿秋千。哇，最关键的是这所有的一切通通免费。只要是出了主城区，很多停车场都是免费的。他们这的沙滩啊，有些是对狗狗友好的，有些是不准狗狗入内的。这个就是可以让狗狗进去的。哇，这沙滩挺白的。哇，小狗狗。哦，哈哈哈。哇，这狗狗可开心了。这个是狗狗大聚会嘛？没错，现在就是7点，早上的7点。一大早啊，就有好多人在游泳。他们这的海滩啊，还有这种让人放东西的地方，这样子的，你的衣服啊、浴巾啊，就不会都是沙子。现在吃个早餐，洗个脸，咱们就出发。窝的小窝，我感觉还可以的哇。早餐呢，咱们就简单吃一点。写一个番茄，一杯牛奶，一个面包。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给车子留一条小缝儿。导航已就位，嘿嘿，出发！全世界最白沙滩。哇，前面好漂亮的兰花楹。我现在呢已经换上了短裤。澳大利亚这个天气啊，白天穿短裤，晚上呢可以穿羽绒服。全世界最白沙滩，我到底看一下你有多白，而且还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接下来的2天啊，我们将探索澳大利亚奇奇怪怪的动物们。澳大利亚身处在南半球嘛，它有很多自己独特的生物。而且这个生物的数量呢还很多，像袋鼠啊、考拉啊、海狮啊，真的就是在路边就能随便看到。我们这2天发掘一下，看路边到底能不能看到这些小动物。全世界最白沙滩，白吗？沙滩的粉质倒是不错的，面粉沙滩。很多人把鞋子丢这儿，我们也丢这儿吧。打卡全世界最白沙滩。哇，这乍眼看过去确实好白啊，跟面粉一样。它这种白色呢，都白的花灰了。不知道镜头里面怎么样，肉眼所见真的很白啊，是我见过最白的。它这个白啊是怎么定义的？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就像好像怎么会有一个五彩斑斓的黑，有一个最白的白。哇，这水好冰啊！因为现在是大早上嘛，这个海的温度还没有上来，特别冰。刺骨的冰凉。这海水也挺透的，就是浪有点大。沙滩要是一白啊，海水就特别好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程度的蓝色。听说
说有时候会在这个沙滩上面看到鳐鱼、魔鬼鱼等等，但是我今天没看到啊。如果你们过来了看到了，可以给我汇报一下。嘿嘿，我找到了一家洗衣店。当当，它这个价格有点贵啊，14公斤是10刀，21分钟。然后干燥的价格呢是7分钟2刀，再增加4分钟的是1刀。然后这边有提供一些免费的电源插座、免费的 WiFi， 环境还是挺好的，有免费的洗衣液。我是怎么找到这个洗衣店的呢？就很简单，直接在地图上面搜 laundry， 是英文的洗衣店。但是普遍这种洗衣机啊，都洗10来公斤的。但是如果你自驾游的路上，你不得不洗衣服啊，没办法。10刀21分钟，依旧是用信用卡支付。不，撞起来了。希望能洗得干净一些。衣服洗好啦，总共花费15刀，把所有的东西都洗了一遍。这个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非常小的一个小镇，但是非常的舒服，树也都干干净净的，还有花。我最喜欢的就是小镇。随便找了一家评分比较高的，日子不过了，咱要优雅一把。这杯橙汁被我喝掉一半，4.5刀，这么小一杯，跟超市里面卖的橙汁一样，它不是鲜榨的。我点的这个呢是炸鱼薯条，澳洲名菜。我现在不懂啊，为什么炸鱼薯条会是一道名菜？薯条很普通，炸鱼也很普通。这个澳洲名菜24.5刀，咱们来吃吃看，要优雅。炸的确实还挺好的，外面非常的酥脆，然后里面是鲜嫩的。我现在去超市里面买食材，只能买当天的，因为很容易坏。咱现在没有冰箱，那个保温袋不靠谱。回到车里了，吃的非常饱，但是心也非常痛，折合人民币要170多块钱。晚上的6点半，来到了一个叫 Mirror Bay 的地方。在澳大利亚旅行啊，就是不停的有 bay， 不停的有 beach。我们来寻找鳐鱼跟海豹。今天晚上我打算注册在这个小镇，所以如果今天晚上如果找不到的话，明天还可以继续找。因为现在时间比较晚了嘛，可能比较冷了。那前面有人叫唤。No one's gonna believe this is gonna keep like fine of。刺猬啊，是刺猬。哦，好可爱哦。肥肥的，圆圆的。这里还是可以钓鱼的，而且他们还放了这个装置，可以放鱼竿，所以鳐鱼也是可以用来钓的吗？离开了大城市，到处都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在澳大利亚钓鱼啊，除了它的大小会限制以外，另外啊，如果你想要捕捉一些渔获的话，你还得有渔证。我了解了一下，渔证好像也挺便宜的，要去这个网站申请，然后是7刀管3天。刚才见高人指点说走一圈会有惊喜，我倒要看看。安塔尔在哪里呢？我觉得澳大利亚几乎是把所有的空地全部做成公园，全部铺了草坪。还有一个洗澡的小妙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不是遍布着很多房车营地嘛？房车营地你可以不用把车开进去，你可以停在它旁边一点的地方，然后人走过去，然后它会有一些公共的洗澡间，你就可以利用起来了。我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啊？这里就有一片房车营地，再看一下这里，看到这没有 ？shower。我发现了洗衣房，这里的洗衣服才5刀，今天亏了，干衣5刀。可以开房车过来，你也可以开一辆车带着帐篷过来，那边有帐篷营位。
赶紧的来采购点东西。到了Woods，香蕉看着不错，少来点吧，来3根。水果可以放久一点，买一个桃子吃。9刀的牛排又买到了，再来一瓶奶，奶便宜2.9刀。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找注册地的吗？是用这个软件 Wiki Camps Australia， 然后点进去呢，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些评分，还有一些评论。然后这里呢是这里面有的一些设施啊，厕所啊，什么烧烤炉子啊，桌子椅子啊。这个软件也可以去发现一些可以洗澡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可以洗澡的地方，就在这儿，3刀一次。新的一天又开始了，现在我正在自驾澳大利亚的路上。我定到的位置是在纳鲁马这个小镇，这里有非常多海豹。昨天晚上我倒头就睡了，今天早上起来把牛排给煎了，不然得坏了。这次是正好煎5成熟，这种程度是最好的，中间是粉的，没有流血水，这种程度是最好吃的。今天的硬核早餐：牛排、桃子、香蕉。没风就是好，没风就可以成功的把牛排煎好了。在这个美景下面吃的早餐，真惬意。所以来科普一下，澳大利亚的桃子都没有毛的吗？是被洗过了还是本来就没有毛？真好吃。出发去看海豹喽！现在到了一个观海豹的一个点，一个叫澳大利亚石头的一个地方，你们导航 Australia Road， 然后这个地方，你们看这块石头又叫做澳大利亚石，它长的形状啊就特别像澳大利亚的国土，所以现在特别有名，叫做澳大利亚石。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特别大，我们现在自驾的这个路段呢，只自驾了澳大利亚的东南部这一块。它的整个国土面积呢是7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呢只有2000多万，跟咱们的上海市差不多。这片海湾哦，真的是太美了，看，这是他们的房子。哇哦，土澳人民真幸福，到处都是这样的美景。看到了，看到了，哦，还在水里游泳呢。澳大利亚真的是到处都是这种野生动物，可能在水里找东西吃。这里有2只趴在这边晒太阳。原来它的身体不是光溜溜的，它是毛茸茸的。原来这里有好多只。这些海豹就跟澳大利亚人一样悠闲，不是游泳就是晒太阳。澳大利亚真的是充分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朋友们，我刚刚在这边洗了一个热水澡，这里是纳鲁马小镇的一个游泳池，叫 Naluma Swimming Center。在这个路上有很多公共厕所，它是可以洗澡的，但是一般来讲啊，只有冷水。这里有热水，洗一次澡呢是3刀。关于洗澡这个问题啊，我们不妨把思路打开，没有一个地方会专门开一个洗浴中心，像国外不可能会有洗浴中心。但是呢，像很多地方有提供洗澡的服务，那比如说健身房、游泳池，还有房车营地等等一些地方啊，它其实是有提供洗澡服务的。我刚刚啊，就是找到这个地方游泳池，然后我进去问了一下，洗澡费用是3刀。来到了纳鲁马的一家生蚝农场，今天来吃一下生蚝，是这一家在纳鲁马非常出名的。然后给你们看看这里的环境，漂亮吧？澳大利亚真的不缺鸟，鸟口比人口还多。哎，你怎么看我了？哎，你看我干嘛？在说你呢。菜单，
我刚才就想坐这儿，这的风景特别好。2号座，面对着湖景。这生蚝一打，天然的是48，然后这个是加了各种酱汁。我刚刚点了半打生蚝和一份虾，你们知道我花多少钱吗？61澳元。我算了一下，人民币的280。中国有句老话叫“来都来了”，既然都来到这个地方了，就吃一下他们这边的特色吧。第一个粉丝先吃，巨鲜甜。我想我这辈子会记得这家店的生蚝。一个因为它巨贵，还小，但是非常好吃。我点的大虾来了，这一份是32刀。他给准备了一盆水，这么有点像印度尼西亚，洗洗手，要有仪式感。虽然贵，但是还是挺大只的啊。好新鲜。这又是一个小镇啊！澳大利亚的小镇真的是感觉都不错，就是关门的有点早，基本上下午2、3点钟就关门了。我现在进入了一个地方，他说会有袋鼠出没，所以只有限速50。袋鼠宝宝，袋鼠宝宝，你快出来！在澳大利亚的路上，不愁看不到袋鼠。如果没看到袋鼠，相当于彩票中奖。油已经快用的差不多了，现在我们要去加油。那个无铅汽油，第一个就是91的，相对于我们国内是92，179.9，这个是分啊。然后95的呢是195.9，算下来大概91的是8块多，92的是9块多。我这怎么加油啊？95的是蓝标是这个，我得自己加吗？没有人吗？我还是第一次自己加油，这样吗？然后把油枪放回去，一共加了44.61刀，锁好油箱，然后我们去里面付款，应该是这样子的吧。Then number 2 ，Thank you， 加了44.61刀，续航续到598，刚才是200多。就自己加油，加完油之后呢，进去给他报一个就是油枪号就可以了。刚才我去加油站买了一杯咖啡，4刀。他们这个加油站还挺好的，都有咖啡卖，而且很好喝哦。刚刚我真的看到袋鼠了，可是没办法停车。哎呀，我只能看着它跳到树林里面去了。为什么来这呢？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海边游泳池，我又没有时间去游。然后呢，现在的温度啊还比较低，我估摸了一下，可能这一路都没有办法去游海边游泳池了。原先想的这次的清单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在海边游泳池游泳。现在的温度是20度，而且是有风，有点冷。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风景。现在温度有够低的，好冷啊！哇，这些老外他们还在游泳。这个地方叫了 Blue Pool， 也是一个游泳池，
真的，在澳大利亚海边的泳池好多，他们好喜欢游泳。哇塞，好冷啊！感觉来自四面八方的海浪在这里搅和。哇，这个游泳池今天没人游泳，太冷了。然后这里呢，又发现一个房车营地，他们的房车营地真的好多哦，而且建的设施都好好哦。到了一个叫伊登的小镇，这个小镇很有名哦。来伊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超市，每天都要拜访一下超市，因为我没有冰箱。看到一个特价三明治哦，1.54刀，原价是7刀的。拿下！超市有的时候会做这种打折，打折的力度还是挺高的。这真的是长安的荔枝啊！你们知道荔枝在这边有卖多贵吗？24刀1公斤，哇塞，一斤要50块钱，哇，好贵呀！不敢吃。不是吧？一升的牛奶才1.65刀。但是我昨天买的牛奶还没有喝完，买了一块三明治、吐司和一袋越南粉。哇塞，朋友们，伊登这个车位好难找啊！我刚才搜索了3、4个都不行，甚至还有一个，跑到人家墓地里面去了，然后赶紧出来又找了另外一个，终于被我找到一个在伊登的一个停车位。这第3、第4天哦，看到越来越多小动物，除了鸟，还有袋鼠。当然了，袋鼠没有拍到，因为就在路边。还有一个袋鼠岛我没有去，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还看到了海豹。我真的觉得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是人和自然非常和谐相处、非常融洽的地方。那袋鼠呢，更是被端上了澳大利亚餐桌，但是袋鼠还是这么多，就袋鼠泛滥的一个地方。我想可能袋鼠肉不太好吃吧。同样是国宝，咱们的大熊猫被供起来，他们的袋鼠上了餐桌。那个地方比我前面几个小镇都要安静，就是才9点多嘛，就是整个小镇连路灯都没有。明天我要好好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神奇的小镇。自驾澳洲的第5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澳大利亚的伊登小镇。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镇，伊登嘛就是伊甸园的意思。我今天本来计划是早上起来去逛一逛小镇，喝喝咖啡，然后呢再去观光鲸，因为这里啊是非常著名的观鲸小镇，有很多鲸鱼出没。但是你们看现在下雨呢，而且气温突然骤降。现在的温度只有13度，在一个初夏的时候只有13度，而且下的这种阴雨绵绵啊！这个雨啊，不知道下到什么时候，所以呢，我不打算在这里停留了，我打算去下一个点。下一个地方呢是叫 Lake Entrance， 距离伊登呢大概200多公里，我打算一脚油门呢过去。伊登啊到 Lake Entrance 中途啊是没有任何景点的。而我们要去 Lake Entrance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我们要去钓螃蟹。昨天晚上我连夜申请了澳大利亚的捕鱼证，在澳大利亚这边钓鱼或者是捕获海鲜，你都得有这个捕鱼证。我买的是3天，然后是7刀，而且就算申请了这个捕鱼证啊，你一天可以捕的螃蟹啊数量也是有限的。这个是我一个朋友一家子捕获的螃蟹，你们看。在澳大利亚旅行啊，天气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昨天晚上在这个驻车点呢，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哎呀，走了，走之前看一眼这个观景点，这边还写了一个 lookout。这个小镇方圆1公里都不到就走完了。在澳洲之间啊，像这样的一个路，有时候是7拐8弯的，就这种很土的一路路。它都限速的话都能限速到100，所以很多时候我很不喜欢就后面有车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有股压力，我开慢慢的好像都怪不好意思。像这个区域呢就是专门用来超车的区域，这个时候我就会开慢一点，开40、50，然后在这个最左边的车道，如果有车的话，就它会趁这个时间超过我左右。结束了之后呢，路上会有一个箭头，然后我就要马上去并线，因为
有箭头就表示这个超车道已经快结束了。都是这样，一路都是这个景色。哎，总算来到一个相对好的停车区。哎呀，赶紧去上个厕所。这个就是他们路边服务区的厕所，是不是有点简陋？澳大利亚的服务区的厕所虽然少，但是地方相当的大，洗手跟垃圾、马桶，你看这还有一个婴儿位。一眨眼的功夫就开了一半的路程，实际上我已经经过了1个小时了。然后我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休息一会儿。这一路上它停车休息区，它就是一个路边非常简单的一个空地，没有加油站，没有厕所，更别说吃的了。然后我就一路撑着，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加油站，在加油站买了一杯咖啡，6刀。还是在下雨啊，一直在下雨，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镇。我现在打开，它这个自动会清零，开始计算。我们怼进去，加了83.42刀。进去付钱。搞定。因为这个加油站很便宜，95的汽油才1.839，比上一次要便宜很多，等于8块5人民币。现在到了抓螃蟹小镇，但是现在到了时间呢，已经4点半了。当务之急呢，很重要的事情，我得先去买一个毯子。今天晚上温度特别低，得加毯子了。我原本以为夏天嘛就不需要毯子了，但是现在真的太冷了。找到了，就这个了，10刀，搞一个绿色的吧。我抱着瞬间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我打算今晚不吃牛排了，吃半个烤鸡。一整个烤鸡是12刀，半个是6.5刀。买了一个芒果2.5刀，继续买1升的牛奶，这个1.65刀，就像买水一样买牛奶。洗个手吃烤鸡，我也很想去玩啊，我也很想去抓螃蟹，但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向生存低头。我查了一下，今天晚上温度特别低，最低温度到达了10度。说实话，好饿了。我今天就吃个早餐，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了。这个烤鸡是当地澳洲朋友力荐的。哇，脱骨了！来，原始的烤鸡，没有任何香料，烤了鲜嫩多汁，都是脱骨的状态，而且里面很嫩。吃完烤鸡待会我就抓紧剪视频，好几天没更新视频了。我在这个加油站里面发现了这个可以充电的地方，这个就是加油站里面的便利店。我发现澳洲的一个宝藏了，自驾游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好加油站。什么网络连上去了，有免费 WiFi。在澳洲其实如果大城市的话，好多免费的 WiFi 是直接连的，它是不用密码的。好了，我现在准备工作一会儿了。现在我做好视频了，正在传。然后你们知道现在外面有多黑吗？给你们看一下，黑不隆咚，五彩斑斓的黑，好黑。好了，我要传完视频就去睡觉去了。朋友们早上好，告诉大家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我的无人机飞丢了。今天早上呢，我看这个天气挺好的，风景挺好的，就昨天一直在下雨嘛，今天放晴了，然后就飞一下无人机。电池用的差不多呢，它正常情况下它是自动返航的，结果就在自动返航的途中电量不够了，结果它就原地降落。那关键是原地降落那个地方是一片树林。然后我回看了一下它最后的画面，它应该是掉到树枝上面了，所以我就不纠结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找回了。心情真不好，就算心情再不好，咱们旅程还得继续。我现在要先拨打大疆的官方客服热线。我的无人机已经葬身这片树海了，回不来了。我离它的位置就一点点，但是
在这个密林里面，我没办法进去。当时电量低，没办法返航，说是原地降落，就直接掉下来了。这个飞机今天算不算是一次就是电池的一个那个故障啊？它是自动返航，然后它返航不到我原先设定的地方，而且它掉电速度特别快，就是我大概是19%到0%，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呢，我给您发一个网盘链接，您把这个二维码图片和这个视频呢一起上传上来。可以。争取一下吧，看一下能不能免费换新。它 Mini 4 Pro 有一个飞丢保障，就是我要另外再付1400块钱就有一个新的机器。现在呢，就是他们技术人员在分析我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属于他们的一个设备故障。如果是设备故障的话，就可以免费换新了。我在这前后后折腾了几个小时，现在呢是没有时间去抓螃蟹了。本来想去抓螃蟹，然后煮一下螃蟹当午餐吃，现在只能简单的去吃一下午餐。然后呢，我临时改变计划，今天呢就去考拉岛看考拉。而且我算了一下，捕螃蟹的费用成本还是挺高的。一个是鱼证的话就是10刀，捕螃蟹的笼子呢是20刀，捕螃蟹的饵呢是4刀，就是你所有的费用加起来可能要花到40刀，买来就玩一次，也有点浪费。在国内200块钱可以吃海鲜自助餐了，咱们回国吃自助餐。旅行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变数。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的一个驻车点吧。昨天晚上来的时候黑漆麻乌的，这里是一个观景点，然后再往这边是有几个厕所，男女共用的，还有一个残疾人厕所。然后这边有一个桌子椅子，然后这里有一个烧烤炉子。刚才我的无人机啊就想拍一下这里的画面，结果呢炸机了。噔噔噔噔，好不好看，朋友们？还有鸟呢，各种鸟。在这个小镇哦，螃蟹特别多。你们过来的话，如果有时间，多预留一天，在这里抓螃蟹吃。本来的计划是今天早上抓螃蟹，然后今天下午去考拉岛。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钟了，所以没有时间了。在去考拉岛之前呢，咱们先去这个镇上，听说有一家牛奶特别好吃，咱们去买个牛奶。不妙，关门了。来澳洲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吃肯德基。这个是肯德基的一份套餐，一个汉堡，一个炸鸡，土豆泥，一包薯条，还有一罐可乐。这样的一份套餐13.95刀，相当于14刀。在这种发达国家哦，就是垃圾食品是最便宜的。如果大家要来这里做螃蟹啊，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就是你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要去他们的官网申请一个渔证。渔证的话，如果是西南威尔士的话是7刀3天，如果是这里的话是维州，你填了一堆信息，交了钱之后，马上就会通过邮件发给你了。你们到了之后呢，可以在这个小镇上面去买渔具，基本上是买一个抓蟹的那个笼子，还有绳子，因为要把那个蟹笼丢下去，还有买一个饵料，饵料可以买鱼头或者是臭鸡腿。另外还要有一个桶来专门装你的战利品。他们镇上街边就有好多渔具店。现在到了一个码头，据说啊，这里轮渡到那个 Roman 岛，就是看考拉大岛是免费的。不知道是不是这艘船啊？Let's go to Roman Island. Raymond Island, yep. Free? Yep. Thank you. Up online, What time go to? 10 minutes. 10 minutes. The last time come back to what time? 11 o'clock tonight. Okay, thank you. 回程最晚是11点，晚上11点，5分钟就到了。Roman Island 不要门票，船票也不要。如果你开车上来的话，是15刀一辆车。这个岛上也是有住人的，
来这个岛就是来找考拉的，还有路牌 Kola Trail， 小考拉是这个方向。在澳大利亚，这些动物都是野生的，所以我们要去找它们。它们不是关在笼子里面给人玩的、给人看的。可能考拉就会突然出现在这种树上，因为考拉的主要食物就是桉树叶，但是桉树叶呢有一种毒。年幼的考拉它的身体里面没有这种分解桉树叶毒素的微生物，但是呢，它的母亲的肠道里面有。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只好通过甜食它母亲的粪便来获取这种微生物，接种在自己体内。这样子呢，它们以后在吃桉树叶的时候啊，就可以分解桉树叶里面的毒。那它一天至少要睡18到22个小时，这样做呢是为了节省体力。我找到了，朋友们。又发现一只了，蛋挞，蛋挞。这睡觉的姿势也太妖娆了。他们这儿都有指示牌，你沿着指示牌走就可以了。好像全长一共2公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边就是人住的房子，这边就是野外袋鼠跟考拉生活的地方。今天的第3只考拉，哇，还是在睡觉，它睡觉的样子好萌啊！哇，这个有意思啊，考拉，还是在睡觉，可香了。进去有多少才能看到醒着的考拉？在这个岛，据说生活着几百只考拉。今天发现的第5只考拉，嘿嘿。哎呀，它醒了，它醒了，它醒了。啊，没吵到你睡觉吧？挠了挠，又睡觉了。阳光正好，正好睡觉。老远我发现了一只，一天的第7只，还是在睡觉。今天看到的第8只，这只比较近一点，给你们仔细看一下。听你们说。毛色有点白耶 ，Hello， 呀，你醒了？一天就醒2个小时，被我撞到了。哎呦，又睡了。他们这些小民居哦，看起来也真挺舒服的。家家户户小别墅，跟考拉生活在一起。哎呀，这小日子。回去依旧是免费的，有没有看澳大利亚这个格局，对吧？格局打开，让所有人都来看我们的国宝。每次去超市，我都会一不小心买多了。看看我买多少？4个小桃子，澳大利亚的桃子真的好好吃。然后1盒沙拉，我发现我好久没吃蔬菜了，得吃点蔬菜呀。然后半个哈密瓜，我看到这个打特价比较便宜，1.8刀半个。待会儿用勺子挖着吃。牛排，依旧是9刀牛排。哎，现在找个地方把牛排先煎了，免得待会儿时间太晚了，太黑了，黑漆麻乌的，不太好操作。热锅倒油。今天这个牛排煎得好，外焦里嫩，你看，好嫩呐！哇，这牛排5星级大厨才能煎得出来吧？哈哈。因为外面有点风会把它吹凉，所以到车里面吃，完不完美？哇 ，perfect！ 在澳洲我得把牛排吃够，又嫩又多汁，还没有太多科技。澳洲自驾之旅变成煎牛排之旅，
吃完整理完，现在再次出发，前往菲利普岛。菲利普岛是澳大利亚南部这边集合了农场、动物园，还有野生动物。最重要的是那边还有小企鹅。所以呢，咱们今天晚上先开到菲利普岛周边，先驻车，然后呢，明天咱们玩一天菲利普岛。你司机一个人自驾澳洲第7到8天，看到鹈鹕了，喂到袋鼠了，我在澳大利亚喂袋鼠，还看到小蓝企鹅了。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品种的企鹅。转眼已经第2天了，来这看一下我的驻车地。昨天晚上我就睡这儿了。这是一个路边啊，但是呢，它这里也是有厕所的。其实基本上有厕所就 OK 了。这里也是一个小小镇。现在是早上的9点，都还是一片安静。这里呢，离菲利普岛啊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咱们现在前往菲利普岛，今天要好好的跟动物玩一玩。哇，终于看到海岸线了，好棒棒！不岛快到了，但是上岛之前呢，我们要去看一个鹈鹕。我能不能停得进去？开了1个小时，停好车了。我把车停在进菲利普岛前这个大桥下面的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啊，最主要是看有鹈鹕，他们这里12点会有鹈鹕喂食，好多本地人在这个公园里面野餐。你看那个小鸟就围着人，这边的小鸟一点都不怕人，就围着人，因为人有吃的东西。我们又回到海岸线了。菲利普岛嘛，是一个岛。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在海边。现在我们去看一下鹈鹕。这个越往南部走啊，我觉得越冷。这个风嗖嗖的。现在是大中午嘛，只有16度。过来呢，找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了。这还有解说呢。这鹈鹕好大只哦，比大鹅还大。大1号的大鹅，哇，这个还抢起来了。没想到澳大利亚的海水也能这么清澈。在澳大利亚真有很多就是你之前没有看过的动物，而且还是野生的。他们这儿的人与自然相处得非常好。看完了鹈鹕，我们去吃个午餐。在鹈鹕旁边，我看到了一家餐厅。今天早上呢，我也预定了一下今天晚上墨尔本的青旅，一共订了3个晚上。我们在墨尔本住3个晚上之后，然后再开始大洋路的行程。这家餐厅啊，这家餐厅出名的是炸鱼和薯条，但是我对海鲜比较感兴趣。哦，这里有一片海鲜区，然后那个是餐厅点餐，那些海鲜。龙虾，半只是70刀，小贵。Hello, this include the cook? No, so No. everything cooked is up there. Salad, crayfish and chips. And they're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ish we're cooking up on the top left. Okay, thank you. 今天的一个推荐是小龙虾卷，这里一到餐厅哦就4句子，买了30刀，一个是小龙虾卷，还有一个饮料，就是这2样东西，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将近140来块钱。
餐厅外面就是海景，就这儿，特别小一个。然后我看翻译，这个 crayfish 是小龙虾。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的小龙虾。它的做法就是撒上那个奶油酱，整体味道还行，但我觉得不值这个价，还不如吃炸鱼薯条呢，起码量大管饱。这个。到了野生动物园了，野生动物 Park Entry， 这是需要买门票的。哦。We're here. You can take a photo if you want. OK。You can see the emus, the kangaroos, 啊 and the wallabies. 啊 OK。拿了一个袋鼠小零食，然后他推荐我先去看这个袋鼠跟这个什么鸟。也是他们这边非常有特色的。昨天看考拉，今天看袋鼠。这看袋鼠还需要付钱看？这路边不是一堆吗？但是这里不一样哦，这里可以喂袋鼠。嘿嘿。澳大利亚这边野生动物还算是比较的温和。在澳大利亚泛滥的袋鼠，这里就算是运气比较好的，被养在动物园里。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上餐桌了。你们知道袋鼠的招牌动作吗？请看这个。吓得出来了，被抢食了。我因为我手里有这个食物，这边有写，你如果带着整袋食物进去的话，如果你不想喂它们，就隐藏起你的食物。我们可以再进来，我们已经把食物隐藏好了。这个叫儿苗，也是澳大利亚一个典型的物种。有点像鸵鸟，哇，这个区域是经典，我们可以跟野生动物亲密接触，它不要抢我相机啊！袋鼠一跳一跳的，它肯定是嗅到了我身上有某种气息，它就跟着我过来。它不会啄我吧？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敢徒手喂它们了。That's getting well fed. 哦， You want some more? Eat. 哇，万千宠爱于一身。 I'll give to you like this, flat. Are you hungry? 呦。我在澳大利亚喂袋鼠。Dovreste kattı krokodilin içi. Orada kattı dere. Hadi de. 哎呀，来抢了！它捧着我的手吃，嘿嘿，好 Q 哦！我准备声东击西，让大鸟先去吃。最后一点了，都给你了。喂，别看，没了。这整个动物园啊，最好玩的就是喂袋鼠了。那个大鸟呢，你们不要喂它，你们把食物丢在旁边，它们自动会去草地里面啄。这样呢，它就不会来抢袋鼠的食物，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喂袋鼠了。这片区域其实好大哦，那片还有一大片都是，那片的袋鼠还没人喂呢。
哎呀，真可怜，怎么待在那边去了？在草地里面找吃的，好悠闲哦，葛优躺。诶，这是什么啊？黑色的袋鼠吗？喂完了，喂完了，现在准备撤退。噔噔，大家好，我是卡妈，我生活在澳大利亚，我一天22个小时都在睡觉。你们羡慕我吗？别看我这样懒懒的，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我一出生就吃妈妈的粪便，因为是为了解毒。你们喜欢我吗？我本来想买这个哦，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一个要20刀，人民币的90块钱，一个小玩偶。刚才开车开着开着就看到非常好的风景，哇哦！这天气好的时候啊，海岸线真的是无敌了。哦，离企鹅洄游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先在这个岛上随便瞎逛，然后就来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海岸线。哎呀，我还是想说一句，澳大利亚真的是好山好水，好无聊，除了风景就是动物，没别的了。当然我是第一次过来啊，但是我真的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物价呢稍稍有一点贵，但是呢，蛮有特色的。哎呀，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无人机啊获得了免费赔付，仅仅1天时间，就1天时间，他们就已经审核好了，免费赔付，就是我连飞丢保险都不要启用，就是完完全全他就免费给我寄一台，这大家的服务太好了啊！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给我的邮件当中写到啊，我是在执行返航程序的时候，就是返航的飞机没有达到一定的就规定的速度，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呢，就为了照顾什么消费者的心情啊，然后就给我免费赔付了一台。但是这个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个是必须要在你买无人机的质保期内，也就是1年内，这样才可以有这个机会。另外呢，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是因为无人机本身出现的一些问题而导致的扎机，这样呢就可以得到免费的赔付。把车停在一个海岸边，然后下来走走。这个角角的风景好，风景非常好。这个角角是位于菲利普岛的最西端的一个角。对呀，为什么看着这个角角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啊？出来旅行啊，就但凡是打卡拍照的地方，就很多中国人。他们在海边哦修了一条长长的步道，这条步道我查了一下，有4点多公里。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走全，就稍微走一小段。比较有时间、有体力的朋友可以过来徒步徒步，真的风景挺好的。哇哦！澳大利亚很多都是海岸边都是岩石，然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观，就是海浪拍击岩石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我悉心指导之下，入了给我拍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照片。哇哦，又出现了一个什么鸟？哇哦，这是什么鸟？澳大利亚真的是哦，野生动物遍地都是。哇，朋友们，我看到小蓝企鹅了，我就在路边看到的。哎，给你们看看，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品种的企鹅，分布在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这里面有一些洞啊，就是小蓝企鹅的洞，可能。它们小翅膀好好玩哦！不不不不不，太可爱了吧！这个企鹅，这
次山这应该是幼崽，他们的父母呢可能是去打猎去了，然后他们留在家里。突然觉得在澳大利亚这块大陆，因为它的人少，加上它对动物的保护特别严格，所以呢，这块大陆上就保留的特别多自然原始的东西。人类对于大自然的破坏真的是太严重了。这里呢就是观看小蓝企鹅回窝的地方，它现在是有1070只企鹅，然后今天回来的时间是8点39分。现在的时间是7点45分，等1个小时左右。地方是买票的地方，最便宜的一个票价是33刀。然后你们看下这个画面 ，Q 不 Q？ 可爱哦。最便宜的票往这边走 ，General Waiting。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小蓝企鹅了，现在我们看它回游，就是他们的父母出去打猎回来了，给他们带来了好吃的。我这边看到了好多小木盒子，全是蓝企鹅的家，人类给它精心准备的。企鹅回巢的时间就是日落的时间，现在太阳快掉下去了，只有半个小时。这个座位跟看电影似的，看演出表演似的。它这边可以下载一些图片，因为这个企鹅回游是不可以用手机或者是相机拍照拍视频的，所以呢，他们就准备了这个准备好的图片跟视频。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置了，你早一点过来可以占一个比较下面的位置。好了，我选好我的位置了，还算比较靠前啊，是在前面几排。那工作人员在说不可以拍照拍视频，如果你们要的话，你们可以去这里面去下载图片。Welcome, if you weren't here earlier, my name is Lisa. 我现在已经看完了小蓝企鹅，它就是跟海鸥大不了多少。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小小的一只，然后它走路的时候是噔噔噔噔噔噔噔的，哎，还蛮可爱的，就是有点远，太远了，你们知道吗？哎呀，那个距离啊，只能看到它们的肚皮在跟人翻着白光，然后它们走过来。然后呢，如果要来看的话，就是面对着大海的右边，最右边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如果看台的正中间哦，它没有草地嘛，所以那个蓝企鹅不会往那个看台的正中间走，都是在往两旁边走。现在我们出来了嘛，出来了之后呢，小蓝企鹅就是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屋子里去，所以现在很多人呢在这里看他们。我现在呢是找了一家墨尔本的免费停车场，这里距离墨尔本还有一段路程，对面就是一个车站，有点像火车还是地铁，可以直接到我住的青旅。最后呢，我还是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地铁，但是呢也无关紧要。我看了一下，明天最早的一班是4点多，车上先睡一下，然后再去青旅再休息。明天就是在墨尔本休息的一天。好了，这一段的自驾旅程从悉尼到墨尔本算是结束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澳大利亚到处都是贝和beach，而且他们本地人又特别爱游泳。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这里的人和动物相处都非常融洽，非常和谐。还有呢，就很多动物是之前没有看过的，所以特别新奇。我现在呢准备去买个无人机印印机。前几天我的无人机炸机了，然后大家呢也是免费赔付，但是我在后面的旅程就没有无人机可以飞了。想到那么美的画面就只能在平地看，我就觉得有点不甘心。准备去买一个最便宜的大加 Neo， 其实
这个无人机啊，我之前一直都想买了，配上我就是还有的遥控器，嘿，还可以飞。找到了一家大疆店，不知道有没有 Neo 2。它这边卖的价格是409刀，不知道有没有库存。退完税之后呢，大概是360刀。中文可以啊，这个有货吗？Neo 2是吗？我帮您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投资了，好消息，有货！我准备把这个带回去了。后面的旅途又有无人机镜头了。这么小一个，可能不太能扛风。嘿嘿，搞到一个小无人机。墨尔本啊，相对悉尼来讲，它是偏西边一点，所以日落的时间呢非常的晚。前面几个地方啊，基本是到了将近9点才日落。那我估计的墨尔本的时间也差不多。你看他们可以在草坪上就这样工作哎。澳洲的草地感觉太舒服了啊！我想去一个有点阳光的地方，现在的温度也不是特别低，大概20度左右，晒一点太阳挺好的。融入当地，随地大小躺。现在我坐在草地上研究无人机，哇，这个氛围。如果来澳洲只做一件事情，那一定是自驾大洋路。Hello， 朋友们好，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前几天啊，咱们从悉尼租了一辆车，从悉尼一路开到了墨尔本。这一路的景色啊，可以是非常好，而且我们也看到了特别多的野生动物。但是呢，这些都比不上澳大利亚的大洋路。这也是被澳大利亚甚至于全球封为此生必驾的路段之一。咱们现在开始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墨尔本郊区的一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它是免费的。昨天晚上我就是在这个车上度过了一个晚上，为的是今天我们能够早点起来，早点出发。但是今天的天气不好，刚刚下了一场雨。环球旅行啊，就是自驾路上啊，天气的原因真的很难预判。这条大洋路呢，大概是300多公里，所以呢，我今天打算就今天开少一点，明天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大晴天，咱们明天再多开一点，多玩几点。因为大洋路最精华的路段啊，是在后半段。这辆车呢，我是从悉尼开过来的，在悉尼机场租，一天呢是180人民币。在结束了大洋路的行程之后啊，我们就要一路赶路，从高速直接开回悉尼。虽然下着雨，但是咱们也要出发，先前往大洋路的起点吉朗小镇。油表显示还有288公里，去到吉朗小镇是110公里。所以呢，我打算到吉朗小镇再加油，因为在墨尔本附近加油啊，我发现油价特别高。如果你们用谷歌地图搜，你们就可以搜到油价。在墨尔本玩了几天，现在终于出发啦！当当当当当当，我们来到海边啦。这个油站便宜一点，95的是1.835刀。然后91的是1.659刀，如果在墨尔本加油的话，就是2.1，这个91的。不要看颜色，这个颜色经常变来变去，就看这个号码95的。关上油箱盖，一共加了80.39刀。这个咖啡是自助的。我发现在澳洲啊，自己打的咖啡是要便宜一点。如果是让店员打的话呢，基本在4刀以上。如果自己打的话，在1刀或者2刀。早餐我吃了一个三明治出发，午餐吃一个干拌面包和一杯咖啡。做自媒体啊，流量耗额真的巨大，65G 我给用完了，我又买了一张卡，依旧是13刀啊，这个是打折的，不是39刀。哇哦，现在天空越来越通透了，越来越好看了，风景越来越好看了，太漂亮了。咱们去吉朗小镇的海边看看。吉朗小镇哦，是维多利亚州的第2大城市，这仅次于墨尔本。前面这个地方啊，是吉朗小镇的一个码头。从这个码头为起点呢，你可以步行大概1.8公里，就沿着海边走走逛逛，就是沿着这个海边一直走到那个摩天轮那里。我猜啊，这里会有很多人来钓鱼。
一般码头啊都是他们钓鱼的好地方。果然前面出现了，哎，他一个人管着4根杆。Fishing? Use this chicken. Oh, 在这个海边公园，我发现了好多这样的雕刻好的木头柱子，每一个木头柱子它的图案都不一样。真的，我又发现了一个，据说像这样的一个木头柱子啊，在这个海边有100多个。这些木头人其实是废旧的细船柱变废而保而来的，不仅是艺术品，更像一本露天的历史故事书。主题由救生员、水手、乐队成员到20世纪的泳装美女，都在讲述吉兰小镇的历史。澳大利亚的公共设施真的都蛮好的，随便一个海边的公园，看都有个儿童游乐场。这个朝上喷水的装置呢是直饮水，用来喝水用的。这个朝下的呢是用来洗手用的。海边的一家餐厅，哇，前面这位大哥好酷啊！这澳大利亚到处都停着游艇，都这么有钱的吗？大洋路一开始其实是为了纪念1战当中牺牲的士兵而建的，所以非常的有历史意义。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景观大道。而吉兰小镇呢，就是这个景观大道的一个起点。里面有一个摩天轮，好小啊，一个个位置特别像薯条盒子。我怎么感觉它转动的速度有一点点快呢？摩天轮不应该慢慢的来吗？一个人是11刀，咱们满坐一下吧。进去有7分钟的时间。哇，我们坐在薯条盒子里面，它这个不是全封闭的，透风的。然后看一下，哇塞，真的好快啊！哇哇，这么快就已经到顶了吗？哦，我真的觉得像在坐过山车啊！哇！再来一圈，一个人有7分钟。这7分钟能够转好几圈，又到底下了。吉兰小镇，海边沙滩，把摩天轮做成了过山车，我也是醉了。哇，又来了第3圈了，我已经快有点晕了。这风还贼大，哎呀，这是什么声音？我现在在最高处，宝宝不玩了，宝宝不玩了。宝宝要下去，又来第4圈，这速度太快了，就是过山车。Thank you， 主帅结束了。出发第2站小红帽灯塔，刚刚路过就发现一个超级美的湖。我们下去看看，哇，好清澈啊，朋友们！哇塞，这也太干净了吧！哇塞，清澈见底啊！有一个观景台，真的水好清啊！我超喜欢这个小河边。太舒服了，玩了一会儿，隔几百米就有一个停车区，然后就有一个观景点，这太好看了吧！所有的观景点都能看这个海岸线，还可以下到下面的沙滩，把车停好。前面就是小红帽灯塔，它为啥叫小红帽呢？因为最顶上，你们看看最顶上，它是有一个红红的像帽子一样盖着。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是下大雨的天气。天气越来越好了，小红帽的灯塔的观景点。时间已经7点半，但是阳光还正好，就估摸的相当于咱们的5点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太阳。日落时间晚真是好，我特别喜欢日落时间晚的，白天就可以很长很长。哇，太震撼了！而且他们这个海水是一种很浅很浅的蓝，淡蓝淡蓝的，然后再看太阳的方向、日落的方向，
哇，好漂亮啊！海怎么是这个颜色呢？好淡的一个蓝色。哦，太好看了。那我的车子就停在路边。大洋路开头会有一个门牌，还没走到，但是快到的时候，这一路的景色就已经很好看了。这么漂亮的风景，我都不想走了，我就想在这儿看着落日。哎呀，但是前面更好看，还得继续往前进。大洋路的门牌 ，Great Ocean Road。这个牌牌就写哦，当时大洋路就是为了纪念一战的胜利，还有纪念那些死去的士兵而修建的。好的，我现在就在大洋路的开端，大洋路的门口这里。这里开始啊，基本都是沿着海边来开的。大洋路，我来过啦！这一路太好看了，到处都是观景点，又停下来了。停停走走才是自驾游。推荐你们哦，一定要来自驾，不要跟团一日游。你看这样的美景，你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一个人独享吧？现在是我一个人独享这片美景，哈哈哈哈！我打算呢就停在这儿，然后慢慢的欣赏这一片大海。等日落之后呢，咱们再去洛恩小镇。现在离洛恩小镇只有11公里12分钟。等今天晚上就驻车在洛恩小镇，来一点下午茶，晚上8点的下午茶。吃点樱桃，看着大海，吃个樱桃，牛奶比水还便宜。不是因为牛奶便宜，是因为水太贵了。这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就在海滩旁边，这里有一个烤炉，哎，这个烤炉有点脏，对面那个比较干净。用最快的速度把牛排给煎好了，现在躲在车里吃。给你们仔细看看牛排的成色，鲜嫩多汁，弹牙。还冒着热气呢。一觉醒来，给大家看看我的海景房，再给大家看看我的干巴早餐，一个面包，一个桃子，然后还有一个火腿，一口牛奶。吃完我们就继续大洋路的行程，要在12点之前赶到12使徒岩石。大洋路这一段海滩真的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而且每一个海滩都特别漂亮。再见海景房，现在准备出发啦！哇，这个海滩太好看了，今天天气贼拉好。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小镇呢是叫洛恩小镇，也是在大洋路上的一个小镇，感觉特别悠闲。看到了一个停车场，进来看看。哇呀，这个地方好啊！哎呀，我在每一个点我都想停留久一点，还是看看下一个吧。哇，太漂亮了！哦，好蓝啊，今天的大海。哦，再歇一歇。我这段沿海公路就是完全沿着山边建的，特别好看，特别治愈。我现在停在路边，哎呀，特别壮阔的海景，不断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观景台。这一路看完，对于海景应该是审美疲劳了。我租的这辆车跟大洋路合个影。哇，那边已经乌云密布，但是这边就是特别蓝，特别好看。现在到了阿波罗贝，现在我们要去一个山上的观景台。观景台据说特别漂亮，我们把车停好了，现在准备进去看看。你们地址搜这个就可以了，搜这个地址。看到这个铁门不要害怕，它是可以进来的。
你进来之后呢，就把它给关上，然后沿着这个小路走一走。它这里可能是因为私人的，所以搞了一个铁门，但是它没有上锁，就是说其实，它也不是太反对别人进来。爬到山坡上来看，果然更不一样。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洋路。哇塞，这个阿波罗贝太好看了。据说它这个海湾的形状就特别像阿波罗的弓箭，所以就叫做阿波罗贝。我宣布这里是大洋路最漂亮的一个点之一。当然后面可能还有更漂亮的，给你们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哇，它这个海也太蓝了。在这上面拍了点照片和视频，现在离开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漂亮的景色。这个地方一般跟团游是不会来的，就自驾车，然后你们导航这个地址，然后就可以到了。阿波罗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小镇，挺舒服的一个小镇，也挺漂亮的一个小镇。他们这个小镇最繁华的街道都是在这个靠路边的这样一排的这个街道。然后我们要去吃一个当地很有名的扇贝派。这个玩意儿，扇贝派 ，this cheese sauce， 等等等等，一个派，就这一个小派，15刀。你们说超市里面的9刀的牛排是不是显得特别香？我一刀下去呢，感觉皮特别酥脆。好大的扇贝，这扇贝好吃哎，扇贝好大颗，给你们看它里面的扇贝肉还是挺多的，满满的都是扇贝肉，它就不是意思给你1-2颗。15刀，要是没什么扇贝肉，我会报警。看到了一家中餐馆，看看价格，哇塞！太可怕了吧！干炒牛河25.9刀，炒饭都要24.9刀，这炒饭已经是我吃不起的样子了。下面呢，我们要去下一个点，下一个点呢有84公里，要1个小时。然后看一下下一个点呢，基本不是沿着海岸线走了，沿着内陆走，然后一直到吉普森台阶这里呢，这里是精华的精华。再下去一点就是12使徒岩。在这个小镇逛了一会儿，又要出发了。Be careful on the road. Oh, with the okay. cars. Just here. Ah. And then one here. Wow. There's the one in the trees. Wow, so cute. 在路边，我刚才就走在这个路上，然后看到好多人就是站在路边，在树上看东西，然后我就猜可能是考拉，下来一看，果然是遍地考拉，真的是，哇塞！而且澳大利亚人特别爱护它们。也没有什么猎杀啊之类的。到了一个叫吉布森台阶的地方，是的，我们又到了海岸边。哇哦！就是那块岩石，哇塞，这里的海好壮观啊！我还想下去沙滩上面去走一走呢，但是这边关闭了，不让下去。现在阳光打在这块岩石上，这岩石金灿灿的。现在我到了12使徒岩，他们为12使徒岩专门修建了一个大的停车场，在12使徒岩的对面。另外呢，还给12使徒岩修建了一个从停车场直接通到对面海岸边的一条通道。你看上面是走车的，然后下面直接走人过去。这个可以看出啊，12使徒岩是大洋路上最经典的一个地标之一啊！看到了，朋友们，就是海旁边的几根柱子。今天下午啊是会有点逆光，
肉眼呢，其实看的是非常的清晰。它是由亿万年海水不断的拍击海岸形成的。最开始呢，它们就是海边的岩石。第一步呢，先形成一个洞，然后呢，再形成一个桥，最后呢，那个桥塌了，就形成这样的一根一根一根的石柱。那这些石柱呢，为什么叫12使徒呢？不是有12根，从来就没有12根。那为什么叫12使徒呢？因为名字好听。没有错，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名字好听。你们知道吗？它曾经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母猪与小猪。大自然在创造它的时候呢，也在毁灭它。最近一次的坍塌是在2005年。我们虽然看的是几个石墩子，但是我们看的是一个哲学问题，创造与毁灭它是同时发生的。像这2个都是正在被风化，这个就是倒下来的。大家觉得这个风景是不是特别熟悉？它就是曾经中学英语课本的封面呢。现在出发去看另外一块石头，刀锋崖。顾名思义，它这个石头啊，岩石像被刀切下来的一样。看到前面像桥形的一样的岩石吗？这个就是正在形成的使徒岩。它们最开始呢，只是一个洞，像这样的一个洞，后面变成一个桥，然后桥呢，渐渐的上面的部分呢会坍塌，就变成一根一根的柱子。这些岩石呢，就是一层一层的亿万年的堆积而形成的。澳大利亚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它的自然历史是挺长的。开了有5公里，又是一处看石头的地儿。哎呀，这一路就不停地看石头，看石头。这个点看日落其实挺好的，但是现在太阳在老高，我们不可能等日落啊，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地方打卡一下。哇，看了这个海浪，哇，贼舒服。下面这个地方是伦敦桥，风好大，呼呼呼呼呼。伦敦桥在那儿，它很快也会变成12使徒。在12使徒岩后面啊，就是打卡一个又一个岩石，这个要下来看才好看。岩石当中有一个洞，在岩石里面的洞呢，形成另外一个景观。现在呢，外面呢天色已经晚了，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的8点，然后8点半落日。我现在呢准备放弃后面还有2个看岩石的地方，就不去看了，今天就直接到瓦南布尔。瓦南布呢也是大洋路的终点，咱们今天晚上驻车在瓦南布尔，然后明天就开启了千里回程，一共是1200多公里啊，回到悉尼。赶紧趁着天还亮开车，天暗了就不好开车了。大晚上的居然有灯，不再是黑漆麻乌的。然后我依旧是煎了一块牛排，9刀的牛排，我还在准备做一个越南粉。今晚就这样子啦。接下来赶路也要保证每天1块牛排。从澳大利亚的悉尼沿着海岸一路开车，停停走走，历时10天，来到大洋路的终点。这一路的景色可谓非常震撼。现在我又要花了2天的时间把车开回悉尼，走澳大利亚的中部。途中我们会经过澳大利亚的首都坎培拉，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城市，但早在1927年就已经是澳大利亚的首都。本期视频将记录1500公里的回程以及解锁坎培拉。启动回程赶路模式。中途呢，我们会经过澳大利亚的首都坎培拉，然后我们去坎培拉去看一看。很多人知道澳大利亚都是墨尔本、悉尼，很少人会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市坎培拉，它还是澳大利亚的首都。全程呢1115公里，一共11小时42分钟，我分2天开完。因为这辆车是悉尼租的车，如果异地还车的话，费用非常高。我租的这个车才180人民币一天，如果要异地还车的话，它一辆车一天达到了300-400人民币，所以呢，我觉得多出来3000多块钱没必要，咱们自己开回去。离开之前，按照惯例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的驻车地，它不是在海边啊，所以这里的风没有很大。然后前面呢就是一个 BBQ 的炉子，还有桌椅，然后那边还有
远处呢还有一些儿童玩乐设施。这边就是厕所，24小时开放。今天早上我看到他们是有人来打扫的。回程我的计划呢，因为他们现在的白天时间比较长，我尽量在白天开车，就白天再开车。然后呢，如果太阳落山了，天黑了，咱们就停下来驻车。今天尽量开2/3的旅程，然后最后1/3呢，明天开，因为赶早不赶晚嘛。我昨天晚上在这个小镇叫瓦南布尔，它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小镇。我觉得澳大利亚的小镇啊，你可以没有必要每一个都玩过去，但是你可以挑几个典型的，好好来感受感受。机智如我又找了一个游泳馆，准备进去洗澡。刚才问了一下，那里面洗澡是2刀，我看那个环境还不错。嘿嘿，是谁家小姑娘这么机智呢？舒舒服服洗了个澡，也把衣服给洗了，晾在后面，壮观吧？证实一件事情啊，澳大利亚人真的很爱游泳。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自驾游可以找他们的游泳馆来洗澡，它是可以单独为洗澡来付费的。朋友们，今天我开了有700多公里，整个路程呢开了2/3。今天基本上都是开在澳洲的高速公路上，然后还发现他们的高速是免费的。明天剩下的里程就比较少了，大概就只有500多公里。但是明天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去，就是澳洲的首都坎培拉。坎培拉是在距离悉尼大概是2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今天晚上我驻车的这个地方不是公园了，是一个免费的房车营地。明天带你们看一下，发现在澳洲自驾有3个特别好用的地点。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公园，小公园、大公园，不管怎么样，公园。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加油站。就是在国内我们可能觉得加油站就是加油嘛，但是他们这里加油站相当于一个服务区。第3个非常好用的地点就是他们的游泳馆。游泳馆呢，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洗澡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悉尼500多公里的一个野外一个营地。昨天晚上呢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今天大家看一下这个营地，是一个免费的房车营地。这里呢地方很大，驻扎了一些房车。这里呢其实它是一个私人的一块地方，只不过啊，就是这边人比较好，它开放出来用来给大家停房车用的。这是一家餐厅，小餐厅，不过好像现在没有营业。然后呢，这里呢是一块活动区域，有一些厕所，甚至还有洗澡的淋浴的地方。这里面呢有一大块空地，就特别多房车停在这儿。哇，这里还有一个户外的一个休息区。其实澳洲人民啊是非常喜欢房车旅行的。我在一路上啊看到特别多房车。非常多房车，而且房车营地呢也特别多，收费的、免费的都有。但是我觉得昨天晚上睡在这里比睡在公园里面安全感要更足一点。好了，现在我们出发坎培拉，离坎培拉还有300公里。说起坎培拉这个名字，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是它却是澳大利亚的首都。没错，澳大利亚的首都不在悉尼，也不在墨尔本，在坎培拉。据说啊，在定澳大利亚首都的时候啊，悉尼和墨尔本争论不休。最后啊，墨尔本说首都只要不是悉尼我都能接受，那悉尼说首都只要不是墨尔本我都能接受。于是啊，他们就在悉尼和墨尔本中间找了一块地，就是坎培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解锁这个非常低调的，甚至可能还会有一点无聊的首都坎培拉。走喽走喽，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好。哎呀，好人多啊！再见啦。好了，现在到坎培拉了，依旧是把车子停在郊区，我们坐公共交通进市区。停车场在那儿，然后电车站就在这儿。哦，他们这边是可以直接买卡的，看一下，成人一个，咦，出来了一个小条条，这个就是单次卡。其实他们这个公交车站啊，连任何闸机闸门都没有，逃票是很容易的，但是不建议逃票。因为有一种说法嘛，在澳大利亚坐公交车只有0元跟200澳元，因为200澳元就是罚款的金额。
来了，叮咚，哎，要按一下。为什么感觉坎培拉特别荒凉？是不是因为这里是郊区的缘故？据说这个城市40%以上都是公务员。正常来讲，一个城市10%以上是公务员。这个城市是其他城市的4倍。现在是到了市中心了，我怎么感觉还是很荒芜啊？我们去他们的国会去溜达一圈。这个是澳洲国会，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果然是一个又冷清又无聊的一个城市啊！街上都没什么人，这种感觉就特别怪异，你们知道吗？如果是没有人的话，就是小镇，你感觉很正常，就是都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然后没有这么多就是比较好的环境。但是呢，它这里呢建设的相当好，却没有人，真的人好少啊！国会一共有2个，一个是新国会，一个是旧国会。现在先去他们的新国会。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下午的3点半，下午的4点半呢就禁止入内了。就为了建都而打造的一个城市。哇塞，这个建筑我都不敢走，我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就害怕走错了，待会被人抓起来。草坪上是随风飘扬的旗帜。来，今天我们进去开个会。听说如果你时间正好的话，他们有的时候还会正在开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看起来很霸气，但是我觉得里面应该没啥人，就这2层楼嘛。澳大利亚国会。霸气哦！现在是开放状态哦，要安检一下，看看这国会的里面。一个国家的行政中心啊，让你随便参观。在澳大利亚国会留下点东西，有一个画展，这是他们历届首相的画像吧？这位久了。他第一次任期是2年，第2次任期是17年。我觉得这个国会，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它展示了很多他们这个国家的一些东西。那这个环境呢又特别好，有兴趣啊可以过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位是他们的女首相啊，她的任期是2010年到2013年的时候。有点反光，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澳大利亚的国徽，一边是袋鼠，另外一边就是这应该是儿苗。考拉怎么不在他们国徽上面呢？真的是太安静了，我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这里是啥？哦，他们开会的地方。我来参加会议了，澳大利亚国会。这个是澳大利亚议会第1次开幕的时候，是1901年5月9日，在墨尔本开始的。所以墨尔本跟悉尼首都之争争论一下，一个是第1大城市，另外一个呢，这就是曾经是第1个举办议会的地方。这个方向过去呢，就是参议院。今天真是忙得不得了，一个会接着一个会。他们参议院是干什么的呢？就是每个州派12名代表来参加，然后他们不会因为哪一个州的人口比较多呢，就多人参加。因此呢，宪法的决定不会受到人口较多的州的支配。参议院在他们立法的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参议员就可以在议会上面辩论、修改、投票、表决。哇，我们来进到澳大利亚的参议院来了！哇，这是我人生第1次进到一个国家的参议院。这个就是他们制定法律的时候投票或者是讨论、辩论的一个地方。
今天的第2个会议结束了，人都走光了。哎，这么看起来这个议会还挺大的，这个是整个议会的乐高模型，他们似乎很喜欢用乐高，好几个地方的模型都是用乐高来搭的。那我们从这个大门进去嘛，我看就2层啊，没有想到它的占地这么大呀。国会里面居然还有纪念品卖，国会定制的杯子哦，你们看这个参议院印有首相头像的杯子，澳大利亚国会的乐高，看完出来了，这感觉还是不错的。没有想到一个国家的国会可以随便参观，有点后悔没把车开过来。它这里是可以停车1个小时，我刚才逛议会前后也就1个小时。在新国会对面呢，这个地方就是旧国会，建筑更加复古一点。这个地方好漂亮，这是旧国会附属的一个花园，这里的花开得可真好啊！哇塞，姹紫嫣红，5颜6色的，哇，这花开的。这个首都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到处都很安静，安安静静的。哎呀，我今天真应该把车开进来。他们这边的停车没有悉尼、墨尔本那么恐怖，停车费还是可以接受的哈。1个小时是4.2刀，4个小时是16.8刀。我今天坐电车进来，我花了5刀多，回去还要再花5刀，就花10刀。40%的人口是公务员，就相当厉害了啊！如果按1家3口来算的话，就是相当于每家每户都会有1个公务员。前面这几个大楼就是政府机构，也就是说呢，国会是他们开会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呢，可能是在这儿。坎培拉这个城市呢，咱们就匆匆看一眼，确实街上都没有人，好哭好哭。而且呢，这个城市看起来特别新，所有的建筑都特别新。在1913年的时候奠基，1927年的时候才正式迁都，建设时间高达14年。哇，这家好多人哦，在喝酒。看到了一家卖越南粉的店，它的价格还可以哦，相对于整个澳大利亚的物价来说，越南粉是将近20刀1份。我点了一个猪肉拌粉。这个地方有点像澳大利亚的食阁，这家是越南菜，这家是韩国菜，然后那边还有印尼菜。在澳大利亚吃越南菜，烤肉米粉，噔噔噔噔，看起来还不错哈。就是在越南卖不到20人民币，在这里要卖20澳元。撒上灵魂料汁，哇，这个越南这个灵魂料汁我好久没吃了。是这个味没错。现在已经回到车上了，现在准备去坎培拉的一个观景点，看一下这个城市的样子。现在到他们山上的一个观景点，这个位置非常不错，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坎培拉。看到介绍说啊，整个坎培拉的城市设计是有一个美国人叫做博尔特·伯利·格里芬设计的。他当时呢就是在国际设计当中获得1等奖，在1912年的时候。这幅图啊，就是当时那个美国设计师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的渲染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布局啊，可惜现在逆光啊，真的很可惜。大家将就看吧。可以看到它整个城市啊，非常的对称。你能看到中间有个中轴线，然后呢，过了这个河的对岸就是刚才我们去的国会大厦。我本来想要在这边看个日落的，但是今天实在是要赶路，趁天黑之前吧，多开一会儿。最后一个晚上停在高速服务区，现在是晚上的12点多，睡6个小时起来，早上7点准备出发，开最后的150公里。早上就吃没有吃完的坚果，还有没有喝完的牛奶。嘿嘿，我现在呢已经到了悉尼机场，已经办好了值机手续。刚才还车啊，超级简单，只要把车停到他们的停车场，然后把钥匙放在车上就可以了。然后他们会问你
油加满了吗？加满了就可以走了。好了，本次澳大利亚的行程呢就告一个段落了。现在啊，我要前往的另外一个国家是新西兰。很多人都说澳大利亚是好山好水好无聊，不过据我所体验看来啊，它的风景还是特别美的，而且有很多你没见过的动物。另外呢，整个风情也不一样。我相信很多人来这里啊，一定还是会有很多新鲜感的。当然了，这个国家呢，可能很多个地方都有一点相似，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走太多的地方，因为小镇啊、城市啊都非常的相似。最后说一下他们的首都坎培拉。坎培拉呢，确实是，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无聊的一个城市，也是非常冷清的一个城市。所以说你们时间有限的话，这个坎培拉是可以略过的。好啦，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9国澳大利亚，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下一个视频带你们解锁新西兰。